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师父好。对，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大慈大悲观世音对我们最真诚的呵护护佑呢？其实我先透个底我的经验就是心诚则灵，所以我提醒每一次说大家礼佛念佛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恭敬、非常非常虔诚的心才能够和佛菩萨能沟通了才能把你的这个心意呢还传达给佛菩萨，尤其是传达给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才了解你的一切的需求如果说你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的话，那他可能会把福气赐给你。你看，有找好工作的呀，这个找好姻缘的呀，对，找好姻缘的还有生宝宝的，对，有的10年8年结婚10年8年不生育的，就求了菩萨，就可能得到孩子了。是，还有求健康的，对，求健康，甚至还求延寿的，对，求开智慧、平安，太多了，太多了，求财的。对，求平安，最重要了。对，事业的发展，很多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说是闻声救苦嘛，对，所有的那个求助都会满愿的。对。所以呢，心诚则灵，请你记住这一句。那今天也是你心诚则灵如果你有留言那按照咱们的直播的规矩，比如不要乱刷屏，就写一些乱七八糟使劲往上贴，这个我觉得就是扰乱人心这个并不好。何况有时候我们在网上贴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中的意念是并不善良的，这个就不好那不但得不到保佑，你还会出负面的问题所以在神父面前呢，撒不得谎，耍不得狡猾那么今天觉着咱们今天呢，昨天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说送一些东西对呀，今天送的啥还记得吗？记得，是不是说送这个聚宝罐聚宝罐还有观世音菩萨的佛牌护佑聚宝罐可以护佑我们一全家呀对，佛牌戴在身上，护佑每一个佩戴者。是，我这些聚宝罐我得到，当时是昨天得到菩萨的这个启示给我，我自己心里没有底，我这到处找翻箱倒柜找出来。其实我去是购买过、收藏过的，有西方生产的、美国的、意大利的、法国的，也有一些中国的老的，还有日本的、韩国的都有。就是杂项这是一个联合国的小罐子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赋予它一个美好的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呢，就是得到者能够帮你聚财，你像得个金娃娃一样对，能跟你聚财聚福，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是抽奖的部分是比较靠后面太棒了，所以大家呢要等待还有呢，观世音菩萨的我们的这个雕像挂牌佛牌，这个非常的美，非常的美这个也算是玉，其实呢，它这个叫啥？玉髓。玉髓它属于玛瑙中最高级的一种对，非常的温润，非常温润，晶莹剔透，非常的好。其实戴在身上，它的真的美感呢，比玉还美。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它有一种那种晶莹剔透的荧光效果。是的，对，温润，温润，对，特别的好。对，就会戴一戴就会爱不释手。对。师父今天我们在这里直播的这个时间正好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对了，对早晨我们不是去礼佛嘛，礼拜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的感受也特别有一种幸福感。对，今天我一天都是过得特别的幸福。是对，真的是有这种感应的。借菩萨的这个非常殊胜吉祥的这个
诞生日哈，哎呀，我们的感受的一切都是非常幸福美好。美好，对。那今天咱们的网友朋友呢，我觉得也是借菩萨的这个慈悲的佛光哈，是的，哎，能够心想事成。对，收到。哎，能成就大家现在的每个人给你成就一个愿望哈，当然这是我期望的了哈，哎。心诚则灵，一定会的。对，有那份诚意哈。对于佛菩萨知道了之后说，好吧，成就他的愿望。对，哎，那佛菩萨意念，他只要关照到你那一刹那，你就得到了啊。对，得到你期望的那个美好的愿望。对，咱们今天讲一讲哈，这个在历史上哈，哎，这个日本东京有个浅草寺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啊，早几十年前的哈，是不是快100年了？快100年，快100年了。100年前，哎，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对，一个心诚则灵的故事。对。好，那我们讲这个故事呢，要从一个大事件开始。那这个大事件发生的地区呢，它是日本的关东地区。那关东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耳熟能详，这个日本的首都东京也在这儿，然后还有日本的一个贸易大中心，就是横滨也在这里啊，还有著名的富士山也是在关东地区。那所以就是历史以来呢，就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经济啊文化的一个中心。那可是呢，在1923年9月1号的时候，在关东地区发生了一个7.9级的一个强烈的大地震，然后这个大地震呢，同时引发了一场大火，还有一个10米高的海啸。那就是虽然这个灾难呢离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但至今仍然是日本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好，等一下，我们听一下哈，这个7.9级这个地震哈，几乎就是最高的了，这是8级地震。对啊，那个天翻地覆的。对，同时还有海啸。还有台风，还有大火，对呀，这个地水火风全闹在一块儿了。他白天的时候啊，那谁家都烧火做饭呢，对不对？而且日本的很多房子是不是木头的？木结构的，都是木结构的房子，当时是木头的，是的。然后日本很多那个煮饭的哈，一般老百姓家烧炭的那个炉子，它就是旁边其实就是他那个榻榻米，躺下来就睡觉，所以旁边全是木头板子，对，再加上被褥、衣服呀，那个一震动，那非常的就是那个要请翻的这个感觉嘛，对，这个火可能和衣服呀、木板的就混为一体了，对，当时候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正是中午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在烧饭嘛，用这个明火的炭炉这样子烧饭，结果呢就是一震，然后这些炉灶都倒下来，对，然后你看房子都是木结构，所以就一片就烧起来了，就特别可怕，火海了，是，当时大风是吧？对，加上大风，就是蔓延的特别快，对，所以这场那个大灾呢，其实就是死了大概有10万人以上，然后就是造成的损失呢，有44万栋建筑就是被毁掉，44万栋。对，那多少家人都流离失所呀！这个东京就毁了，对，我说东京就毁了，确实都毁了，就是都夷为平地了哈，一片废墟哦。是，而且那一年呢，就是造成的那个经济损失有10亿美元，在那一年是日本整个的那个 GDP， 就是生产总值的1/3的损失。哇，就是3天就全毁的。对，那是100年前哈，是个10亿美元。是，如果搁到现在的话，都不知道多少倍了，就100亿、1000亿，真是。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1块按美金的话哈，比如1块的话，差不多能买个大床板。真是，对，它是这样子的，对，对，就非常严重。然后这些损失呢，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大火造成的，就是烧掉的很多房子，然后造成呢，就是大家都无家可归嘛，因为房子都起火了，他只能跑到街上，就是尽量赶快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他不是也有河吗？跳到河里去啊？跳到河里，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而淹死了。哎呦，是，你比如说你穿了很多衣服啊，河里头可能震碎的木头板子啊，
对甚至尸体啊，它不是像游泳池干干净净让你游，对不对？不是那么平稳的呀，你还惊慌失措呢。对，所以它在地势乱的时候啊，它就不像平常的安全性了，根本没有安全可言。那能不能躲到空地上？我们现在那种疏散的时候，也都到空地上去躲嘛，对不对？对，很多人那时候也这么想嘛，因为家里实在也没法待了，他就跑到一个看广场啊、公园啊之类的去躲，以为这样子就是安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例，就是当时候在东京有一个大的一个被服厂。就是说生产一些被子啊、服装的一个工厂，然后这个工厂呢前面有一个大块的一个就是广场，然后很多人都跑到那儿去躲了，大概有38000人，他们挤在这，都挤到那边去，就空旷，以为就安全嘛。但是因为这个大火烧的实在太烈了，然后就是结果烧到呢，就是把他们都圈起来在里边了，就是火就在周围。而且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烧得很旺嘛，所以就是高温，然后我们都知道热空气都是会往上升，对，然后所以就造成一个现象叫火旋风。哇，还成旋风了？对，就有一点像我们理解的那个龙卷风，但是这是火旋风哈。就在那空地上就旋风往上转呐。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那个热空气都往上流嘛。对。然后包括就是然后加上呢，当时候就起了大风，所以就是这些热空气都旋转起来了，变成一个就是旋转的火柱。活活把这些人都烧死了在里边。天哪！是，就是这个太惨了。然后当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幸存者，没几个的，就是几百个而已，就在这个38000人之中，其实只有几百个人生存然后他们回忆起当时候的那个事件，真的就是听得非常难过的。他们说，人们就像落叶一样被狂风卷起来，然后铁皮和石块就从天而降，四面八方的火舌伴随着滚滚热浪不断袭来，我们趴在地上，感受到无数人的身体和杂物狠狠地撞击着自己。这个烈风肆虐了整整2个小时。等风停下来，就发现满身是血，四周已经是焦黑的尸体堆积成山。还被卷到天空，可能又掉下来哈。是人那么多人，可能又发生踩踏事件哈。对，哇，那血流成河，太惨了。所以他们这一些人就形容当时的场景，简直这就是地狱啊！那真是啊，火地狱啊，火地狱。然后也有一些人呢，就是除了跑到广场，他们也有想说，像一些银行啊，他会做一些那个避火措施嘛。对，可能会有个避火墙，然后有很多人也是跑去某个大银行里面去避难。但是呢，就是他们跑进去发现，火可能烧不进来，但是太热了，太高温了，结果活活被在里面蒸死了。太可怜了。他那个，我猜是他那个避难所哈，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火。对，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火的时候，他躲在里头，这个应该是起作用的哈。对，避一下，让那钱呢什么的也不会被烧毁就够了。对。但是当外面那种大高温，就像昨天我们讲洛杉矶大火一样，那种高温都会到1000度的情况下，那没办法。那人在里头成了一个闷肉了，对，就把它蒸熟了。太可怜了。对，所以那个避难所啊，那个周围都是大火的时候啊，里面连空气都没有。对呀，那哪叫避难所呀？是，而且这场大火呢，它足足烧了3天3夜。真的就是当时是人间地狱啊！人间地狱真是。对那就是其中的，就是除了这2个刚才举的案例呢，其中一个避难的场所，有些人也跑去了这个浅草寺。对，它寺院嘛也是比较空旷一点，对不对？是，当时就是浅草寺就是东京最古老的寺院嘛。但是其实当时候它的那个区域叫浅草嘛，也被烧的也是挺严重的。是，它那些公园啊，他们形容那个池塘里都已经变得干了，那些鱼都死了。然后旁边的建筑物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知名的那个商业街啊，就是浅草寺外面那个 shopping 的街，都已经被烧成灰烬了。但是唯独在浅草寺里面有一个建筑没有被烧，而且完好无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观音堂。观音堂其实是浅草寺的那个大殿正殿。是。
这个观音堂呢，而且很奇妙，当时这个观音堂是木结构建的。那个时候都是木结构。是，那就是照理来说，你看人家的房子也是木结构，也烧起来了嘛。对对对。然后浅草周围都烧起来了。对。但是就是这个观音堂没有烧。而且那是因为风向转了吗？还是因为什么？这个就很难说嘛，你看它周围，你看都已经被烧了，但是呢，就是说当时候就是在浅草寺里面呢，有3万人。在里边避难嘛，然后大家都在非常虔诚的那个非常恭敬的祈求那个观世音菩萨，当时已经没有杂念了，大家都只想保命嘛，非常虔诚的恭敬的祈求。结果呢，这3万人都幸存下来了。就是因为大家万众一心去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是然后就得以真的就火就没有烧过来。对，就是这整个那个观音堂就没有烧，然后在浅草寺里面的这3万人呢都活下来了。然后哇，大家觉得真是一个感恩观世音菩萨了那真的是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些中国的去救援的哈，当时那个时候去跑到日本去救援的中国的红十字会的官员他们还有一些记录哈，是对，然后他们就是说，哎呦，当地烧的呀，那个池塘也干了哈，鱼也死了，树木全都在那儿着火。他说，可有只有这一个中式建筑的观音堂屹立不倒，然后一点火星都没有。那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几万人呢一起齐心合力的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才得以保全。是一心诵念，就是真的应了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就是心诚则灵啊！哎呦，真是，它好神圣啊，真的很神圣。对，你看其他地方都烧得一片灰烬。然后这个那么严重的一场火灾，而且还是木质的，是殿堂真是。对，这真的就是哎呀，这观世音菩萨显灵啊，显灵，但是也确实是就是大家的这种诚心真诚所致当时有多少人跟着念呢？3万人在里边，哇，这老老少少3万人幸免于难了。对，是真是历史一大奇迹啊，师傅哇，他们都成为奇瑞。对，太神奇了。对，哎呀，那就是这一段故事讲下来，就是浅草寺当时的这么一件，哎呀，悲剧中的一件幸运的事情哈。那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浅草寺和浅草寺的这个观音对。要说介绍浅草寺呢，我们要回到1400年前1400年前呢，就是628年呢，这个说到中国的历史会比较熟悉，就是那个时候是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2年那么他上台了之后的话，就开启了他的这个大唐盛世那佛法也得以弘扬广传好，这个是那个时代。那说回到我们日本呢同一年628年呢，就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日本东京地区呢，有一对兄弟，他们是以捕鱼为生的。628年3月18日，就是今天对，这2兄弟呢在河里边捕鱼，渔网捞上来一看呢，除了鱼之外，还有一个金光灿灿的东西再仔细一看，哇，原来是一尊金色的观世音菩萨圣像来的。哇2兄弟还是很恭敬的然后说，哇，这个我们不能打捞呀，我们还给他送回到河里然后又去捕鱼，第2网上来，怎么又把这一尊圣像给捕上来了呢？他们又投放到水中，第3网上来还是3次都是捕捞上来2兄弟一想，哇，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显灵，在告诉我们一个 message， 是给一个清晰的信息，应该是让我们带着这个观世音菩萨上岸回家他们就收了渔船，恭恭敬敬的供奉着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其实很小来的，5.5厘米，师父，小小的对哇，很小，对，他们连夜就是赶回到村子，连夜就盖了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寺庙，来供奉这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这一天3月18号，628年，就是
东京浅草寺的这个初创的日子。哇就有了这个浅草寺。那后来历经了这个1400年呢，这个寺院慢慢的扩展宏大起来朝圣者也络绎不绝。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成为日本东京地区最古老的寺庙那么呢，这个寺庙呢，也以这种华美的建筑、悠久的历史，还有一些传统的艺术特色而闻名。而且这个观音菩萨还特别的灵验而且他那边那个观音菩萨的那个抽签那个灵签也特别特别灵验几乎就是日本最灵验的抽签的地方是对，所以他每年呢，就是这个游客络绎不绝来这边来参拜呀，来朝拜呀来游览每一年来求签，对，每一年3-4千万人来到这个东京浅草寺那当年那个两兄弟就是得到这个观音菩萨圣像的那个时刻呢，他们抬头往天上一看，哇，正好一条金龙在天空盘旋，特别吉祥对，然后就降落下来，就降落到这个浅草寺的那个所在地就是指示了这个建寺的地点的所以浅草寺其实它的那个正式的名称也叫金龙山浅草寺。原来那么吉祥的一个由来原来对，所以它的那个护佑的作用那么大。对那说一说这一尊小小的5.5厘米的这一尊圣观音菩萨像呢对，就在这边就是安家落户，就护佑这一方的土地，也护佑这一片的人民那么过了17年之后呢，有一个僧人叫圣海上人，他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呢，有一天他做梦就得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托梦，就告诉他说，我的这个本尊的我的这个雕像要放到密藏大殿深处去供奉。什么叫密藏呀？等一下我也要请问师父就是说不让大众能够随便的看到对，只有在很特殊机缘的时候才能看到好像据说是33年才能看到一次哇，也不知道对。后来就是这样的传统，师父好像日本其他的寺院也有京都的那个浅草寺不是那个清水寺也是密藏的观音，好像也是30多年才能有幸见一面，还不一定都能看到我算了一下，人一辈子一般都看不到3次是那么有一些仪式有一些供奉有一些做功德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有一个复制品是这样子的，供人们来参拜，来那个瞻仰所以我们这个浅草寺的这个主供的观音像主供佛是观音菩萨，那这个佛像这个菩萨像呢叫密藏观音这一块要有请师父来给讲一讲它的这种意义所在了。对，这个密藏的概念呢，首先是佛法之中呢就分差不多2大部分你像这个是有归为就是后期佛法你像在最早的时候，佛陀最早受法的时候就是他和带着弟子呢，他说你要成佛呢，先进入空境禅境去感受这个空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说人只要是有思维，通常就是因为某种需求。比如我今天想事儿，比如说今天像男人呢，就是出去我到哪里去挣点钱去，对吧？我要养家糊口生活，是吧？女人呢说我到哪里买个布或者买个菜我给自己或者给孩子做衣服这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在思考。所以呢，在佛教认为呢，人只要意念一动贪欲则生。当然人有很多的想法是生活必须的，这个也不为过，对不对？但是呢，人想着想着就过了，这个想的这份就是有一个根本需求和过分的需求，过分需求就成为贪嘛。对，在自己大脑之中没有一个警铃，没有一个闹钟说，哎，你这个贪过分了对吧？没有。比如说你这个月工资吧，挣2000块钱其实够花了，但是
看到街上别人开的很贵的车呀，听说还住的大房子几百万一套呀，说我的房子是20万一套，是吧？相比之下说不行，我还得继续努力，我礼拜天不能休息，我还得打2份工，我还在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执照，我要再多挣钱，是吧？对。所以当我们就是通常说念头一起，贪欲则生，就是这样了。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来警示给你。那佛法的修行呢，是你静下来，那再去认识的这个我的意念升起的时候，我是否还有叫个人私欲贪念，就是这样子，就他去究竟这一点，所以也称为小乘佛法哈。是。这个小乘佛法其实很重要。佛陀也是这样一路修过来，让自己开悟的。到了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普度广度，而且这个对于到后期之后，很多人修佛法就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宇宙不是一个层次，可能有若干重天，若干重与我们这个世界相雷同的世界。所以后来到现在不是也有一种说法叫平行宇宙，对，平行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咱们3个人在给大家直播哈。对。我们同时在另外一个宇宙里继续给大家直播。是给另外一群人或者生物、生命，不知道。其实还是今天我们所有的网友一样的人。你们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我们还在那儿继续在说法，也有人在听法，都是一样的。连我们穿的衣服打扮，今天聊的天一模一样。哇哦！就像一种无痕迹的复制，就在那个世界。那有好多个还。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成为什么呢？不可思议的这个世界的层次罗列的状态，就称为了密，或者是迷。你不可思议，不太好讲。所以这个世界之间彼此交织和罗列的。那这一部分所理解的这些道理，即成为密。所以呢，在这个像浅草寺观音菩萨密藏的概念，是正是在唐朝那个时期哈，因为北魏之后就是到了这个隋朝、唐朝嘛。对。到了这一段过渡的时候呢，是这个那个时候佛教的密宗是特别在中国盛行。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简称为唐密，对，就是以唐朝来向唐朝整个的大中原地区进行弘法哈。同时呢，又有日本很多的学者，日本、韩国很多学者到中国来学习嘛。是的。他们把这一套也学过去了。后来中国早改了，但是日本的改不了了。它一直是传承下来，顺着这种感觉就来了。所以今天你在中国说我去到一个寺庙里去礼拜佛，对，那真有尊佛像。是的。像日本呢，他就可以说我的佛像呢，也许这么小，我给特别特别有福的人来看。所以而且脾气很大，你不到比如说3年0、8个月，我就是不让你看，急死你也没有用，他就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个寓意着是什么呢？这么小的5公分，就像一个鸭蛋那么大，对吧？是。这尊菩萨像，他为什么不让你看呢？可是，在浅草寺内门里头有2双大草鞋，像3米高、5米高的大柱子。对。他说，其实呢，这里的护法神哈是穿着这个鞋在走路的。那是巨人呐，很大呀。超级巨人。这就提醒了我们说，那这尊菩萨像有多大呢？无量大喽。所以你去捞鱼的时候，捞了个像鸭蛋那么大的，是一尊小菩萨像。那菩萨真的是那么小吗？不是，真身很大，小中见大。按照今天大家容易理解的一种学说叫量子力学。是吧？你只要是恭敬认为它是呵护你的高大的，它可以跟你的想象，它就可以变成无量的大。对，它就存在着。现在大家看的草鞋哈，有5米高啊。对，他说来守护这个道场的神灵哈。就那么高大的身材哈。对，所以那这个菩萨有多大呢？其实是无量大。对。因为很难给你解释。因为一般的俗人，比如说看得这么小，
像鸭蛋这么大一尊菩萨像，因为人的身体比它要大多了，对不对？对。有时候容易叫小看菩萨。是的，会不恭敬了。你这么小，你这么小还能保佑我？是不是啊？这个只是给你那个叫形象的身，你容易带着，对不对？就像到了西藏的话，挂在胸前甚至是一个盒子。我说那个擦那个盒子，佛龛里边放一个小佛像、菩萨像，一个小片儿或一尊小佛像那么小。它小吗？其实不小。对，它是巨大的。所以他这种度众生的方式说，我让你看不见，你也不会升起这个疑惑，让你自己想菩萨有多大。说大家越想越大，因为你得到保佑了，是吧？你得到了你的起死回生了，是吧？你生不出宝宝来，生宝宝了，人们就会想象这个菩萨得有多大呢？就想觉得是天空。是，但是菩萨确实这个威力无边呐，真是的。其实也叫无所不在。对呀。但是往往呢，我们去礼拜佛菩萨的时候，看那么小的时候，容易升起了不敬之心。是不是傲慢之心？确实是。说你这么小，就像大人带孩子一样，谁保护谁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误矛盾的一种思维。所以这个菩萨呢，就是警示，来警示这个寺院的管理者。我是几年才露一次面啊？不要轻易给我看呐。但是社会很多大众，尤其是很多国际的信众来了之后，说总希望能够参拜这尊菩萨，所以他们做了个替身，大概几十公分高，再大了一点，或者1米高。可是那个大殿那个殿堂有多高呢？10来米高。对。所以那个今天那个附赠那个菩萨像也是很小，我看也不超过1米高。就是这样子。可是他的真实的最初的见寺者的这尊像呢，才像鸭蛋那么大。真是。对。有这么一个大约的说法对。好的。所以今年就特别巧今年你看，2025年的3月18号呢，正好是阴历2月19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那在这个浅草寺呢，3月18号正好是浅草寺的创立日。这2个重合了。对，所以就是他这个每一年，其实浅草寺在3月18号的时候都有这个周年纪念日然后叫菩萨示现会示现就是来到我们世间，让大家能够看到，能够瞻仰来那个给大家来救助来护佑嘛是这样的。所以每一年的这个3月18号的话，都会有这种隆重的庆祝仪式像刚刚那个图片里他们抬的那个轿里边，那个神轿里边应该是那个圣菩萨像对，但是仍然我们只能看到轿子，也看不到真容还是密藏密藏观音对，但是大家仍然是非常的恭敬对，所以有这个神教的上殿下殿仪式，有法会诵经，有念咒，还有舞金龙是这样。而且当天呢，还会给所有的信众呢送红符就有点像我们师父在菩提法门送的这个红色的吉祥带呀，对，五色绳就这样对来护佑的，对。然后正好3月份呢，也是日本东京地区樱花盛开的时候，所以这一天是非常的美好吉祥的，热闹非常的热闹，对，香格也去过浅草寺去过。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地方就是一进门那边的那个大灯笼。大灯笼对，其实所有去过那边的人一定要跟那个灯笼合照，因为它灯笼挺高的，大概有4米高吧，挂起来的话可能也有8米的感觉，然后特别壮观。你看这个金龙山，就是等于是山门了，就等于是那个寺的外门，对不对？山门，雷门。对，这个门就叫雷门，然后它的为什么叫雷门呢？它其实它的那个全名叫风雷神门。
那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旁边两侧呢都有2个护法神，一个是风神，一个是雷神。那他们管什么用呀？就是护佑那个国家，护佑这个庙，它风调雨顺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啊，是很好的。打雷就会下雨嘛。对，师父有讲过，对，这个风嘛，风雨哈，风调雨顺。雷，师父有讲过说，打雷了以后，那个庄稼才长得好。对啊，是，哎，真好。那这个大灯笼呢，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挺感人的故事。是啊，来讲一讲。是，就是刚刚师父也有提示我们嘛，虽然这个观音菩萨在浅草寺这边那么小，但是它非常的灵验。对对对，也有非常多神奇的故事。那其中一个呢，就是非常受益于这就是参拜观音菩萨的，就是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就是松下电器那个株式会社的创始人哦。对对，这位老先生的创始人。那他的故事就是当时候大概是1955年嘛，那时候其实那个松下电器就是经营的挺好的，业绩挺好的。然后这位创始人呢，可能也比较操劳，比较因为要做事业嘛。对。然后所以就开始身体出现一些莫名的疾病。那个时候他也过60了。对，他就是开始失眠啊，还有就是莫名的神经痛，然后甚至到后来他都走不动路了，双腿就觉得行动不了。你看做事业的人也不容易啊，压力真大。这种通常就是精神压力造成的。对，当时他这个松下企业正好是在全球扩张的那个过程之中，开始要走向巅峰的时代了，因为是战后重建哈。对，也是最忙最累的时候。最忙最累，发展最好的时候。关键他就被弄到了都走不了路了。对，还失眠严重了。这也是我听到这个精神压力最大的一种现象。真的啊。是吧？有的就是一夜愁白头。是，说之前呢还有点花白头发哈，基本上多数是黑的。有时候一夜给累的给压的，对，全变白。对，是啊。但老先生赶紧去看医生啊！他看了呀，他看了中医西医都看了，不起作用。对，不起作用。直到后来呢，他有一位朋友就介绍他来浅草寺这一边去参加一个祈福法会，求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帮他。然后那时候他真的来了，来了之后奇迹般就好了。他也是无路可走了呀。但是拜了一次之后，就是奇迹般就好了，他的这一些疾病。之后就好了。对，就好了。所以就是太灵了，就康复了。对，康复了。所以他就变成浅草寺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徒。对，一个大护持者。是。然后当时候呢，就是这个浅草寺的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雷门，它因为经历了就是很多场火灾嘛，在以前日本还有战争啊什么的，战争啊怎么样的，它就是在他来的100年前，他被一次火灾，他就有被烧毁了嘛。所以当时候呢，因为那个就是松下幸之助那么受益嘛，所以他想说，我受益我要还愿，那我就捐钱去把这个雷门再建起来。真好。同时也捐了这个大灯笼。这个灯笼是一天，它是一个灯笼对吧？它所以里边是有灯光的哈。对，一天24小时都在那边照亮的。是，然后捐了这个大灯笼，它下面就有写松下电器嘛，现在能看到。哇，师父，我想评论一下，这个松下老先生很有悟性啊。等于他在就是这个东京最古老的最知名的最灵验的这个浅草寺，等于他就是供了一盏大灯。对，还真是，对不对？你这么理解是对的而且这是他正式的山门的灯啊。对，那也意味着什么呢？给人照路。你救了我的命，我成为最大的护法。对。还有呢，我点亮这盏灯哈，这个灯其实是菩萨的灯，把所有的来的人一切的那个晦气呀、不好的那个能量全给你照掉。就有点代表了佛光照的一样。对，就是这个意思。真好。对，太有悟性了，老先生。是。然后现在这个灯笼也成为浅草寺一个挺标志性的一个几乎所有到浅草寺的人第一步先到那个灯笼下头照相。是，对对所以也给这个寺庙引来了很多人，然后他们来照相了之后来参拜，就受益。真的。那你看他从1960年到现在就是老先生呢是在1989年高寿95岁离开了真高寿真高寿。对，
那他所创立的这个松下这个企业的话，一直到现在都是享誉全球啊，对事业仍然是蓬勃在发展的哈。是也一直在这发心哈。对，一直发心。他供奉这个雷门本身，它的寓意就是一个这个五谷丰登的、天下太平的。对，所以你看老先生自己也得长寿、得健康啊，然后这个事业也得以发展繁荣，真好。对，到现在其实松下这个公司呢，它每10年它都会再捐赠一些钱来，就是把这个大灯笼给翻新。那应该让它保持它那个非常功德不断的。你像他做这样的一种发心供养哈，除了这个有还愿嘛哈，是你想吧，你不管你多聪明，你没有命了，那还有其他不就没意义了？对呀，对不对？对，所以救了他的命，又使得他松下电器哈，又弘扬到全世界去。对，所以对他这是啊，你看哈，他多次受益的，人家这种感恩哈，结果他的感恩发心，又给他和他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帮助？没错，真的。所以日本的很多著名的老企业家哈，总是有佛门的保佑和修行哈，是不可分割的。是的，是的。你看近代近几十年，大家都知道日本那个稻盛和夫老先生哈，对吧？前后经营了3个超级企业，都是全球500强的哈，他都创造了无数个奇迹哈，就经营管理的奇迹。他呢到晚年就累的嘛，一检查60多岁，胃癌症，最后说癌症我事业做得差不多了，该挣的钱我都挣过了，什么都见过了，说我出家修行吧。对，是。结果修行没2年。被日本首相叫回去。日本首相、日本天皇给他请回来，说不行，这个日本航空哈，接下来就垮了。代表日本的政府的国企嘛，是的，这么大一个公司就要没了，让他来拯救能不能帮个忙吧？是不是啊？实在我们没法弄了。这人家本来老头子出家了，最后没有办法。好了，为了民众哈，有更多人有饭吃，继续出山。你看，又拯救了这个日航，让这个日航呢，在3年哈，从极大的这个亏损变成盈利，对，是，这是你不可想象，真的是太有智慧，是，所以他这些智慧，除了他先天就很聪明智慧之外，你看他后来又去出家，有1、2年的时间。有没有得到佛法的感悟呀？很多，对，是。所以他后来的写的那个书哈，其实就像讲经典一样，讲经的那种概念就出现了。是。这完全已经超越于赚钱的这个概念。是。他关心的说企业要兴盛的，让多少人因此有饭吃。对。人家关心的是这个。是。不像一般普通老板，只要能赚钱，怎么都行。他不是这概念。对。为了让众生有饭吃，他老先生也不要钱呢。他整个做那个日航的时候，他就1年1块钱，就象征性的，然后股份全都分给大家。对，他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钱也见过了。对，这些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很解脱，是吧？那日航说给他的股票的分红，说不要全部分给那些工人们。是的，对，非常感人，就是，哇！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东京。浅草寺的这个观音圣像的一个历史，还有观音菩萨如何去护佑当年这个关东大地震的3万人哈，也是心诚则灵，感应到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哈，哇，真的心里挺感慨的，非常感动，是，哎呀，感动啊，是。对，所以我们学习到很多就是我们在祈请观世音菩萨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的真诚。就现在这个日本浅草寺呢，都非常兴旺，非常兴旺。哎呀，很多国际友人哈，就在那儿哈，那每天这人海如潮的哈，对，很多人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就在那儿就都过去都惊叹呐，这么美啊，对，历史这么悠久啊，是这么神圣哈，没错，对，真好，好，那师父，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讲一个我们自己的朋友的哈，一个真诚祈请观世音菩萨，然后非常受益的故事啊。好，那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甲洞的月华。
他是观音送子，有求必应。他说：“师父好，我在25岁的时候结婚，满心期待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婚后10年，我经历了2次流产，2次的希望破灭，让我担心与孩子无缘。35岁，我已步入高龄产妇的行列了。婆婆盼着抱孙子，先生也想要儿子，那我又何尝不想要个孩子呢？于是我再次踏上了备孕的旅程。可半年过去了，肚子依然没有动静，我心灰意冷，觉得这辈子可能无缘做人母，便放弃了。婆婆说，我家附近有一间观音庙，菩萨非常灵验，让我去拜拜，也许有帮助。那一天，我去到观音殿，里面香烟缭绕，我抬头望向菩萨，菩萨慈眉善目，仿佛知道我的所有心事。我立刻跪了下来，将这些年的委屈一股脑地告诉了菩萨，泪水模糊了双眼。之后我点了一盏灯，擦干眼泪回了家，也把这个事儿抛诸脑后。然而1个月以后，我居然怀孕了。这一次的怀孕呢，与前2次截然不同，没有剧烈的孕吐，身体感觉前所未有的安稳。10个月后，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降生了。我的姐姐非常笃定地告诉我，这是观音菩萨给你送来的孩子。姐姐建议我在家里开始供奉观音，我毫不犹豫地请了一尊观音像，每天都感恩菩萨。儿子上了幼儿园以后，常常生病，脸色苍白，我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办。一个学佛的老师对我说，让孩子念心经和观世音菩萨圣号试一试吧。神奇的是，3岁的儿子听了几遍就会背诵，每天早晨他都会站在菩萨像前念经，念完了才吃早餐去上学。渐渐的，他的身体变好了，脸上也有了红润的血色。上小学以后呢，儿子的聪慧让人惊讶，考试每一次都得第1名，演讲比赛也是经常得冠军，还被评为全校的模范生。我非常感恩菩萨，这都是菩萨赐予的智慧呀。但是命运似乎总是喜欢考验人。儿子升入中学以后，我们搬了家，远离了观音庙。他不再念经，开始变得叛逆，变得脾气暴躁，成绩急剧下滑，甚至对父母的叮嘱也充耳不闻。我看在心里，痛在心里，却毫无办法。正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2017年，姐姐带我来到了菩提禅修甲洞禅堂。我站在观音菩萨面前，泪流满面的真诚祈请，菩萨呀，请您来指导我的孩子吧。我为儿子点了一盏灯，并请了一尊红色的观音挂坠送给他。儿子意外的非常喜欢，而且从此每天都把观音挂坠带在身上，还主动的跟我来禅堂。有一天，他在禅堂听到了金菩提宗师诵念的观世音菩萨圣号，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念了起来。从那天起，他又每天开始念心经和观世音菩萨圣号了。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我知道他找回了与观音菩萨的缘分，也找回了观音菩萨的护佑。果不其然，他顺利地考上了马来西亚一所知名的大学法律系。假期里呢，他也主动报名参加菩提禅修青年营，学会了助人为乐，甚至后来还当了青年营的负责人，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禅堂做义工。他的学业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突飞猛进。5年来，他顺利地通过了各种考试，成功地考取了律师证，如今已经在知名的律师事务所里任职了。而我呢，也在禅堂做义工，每逢法会，我还会扮演观音菩萨，为大众加持。师姐们都笑着说，你越来越有菩萨的气质了。回首这一切，我明白观音菩萨不只是送给我一个孩子，而且是一直护佑着他成长。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让我得子，护佑他成才。感恩金菩提宗师，让我们母子能够学会回馈大众。
未来我一定跟着师父的脚步，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闻声救苦，帮助更多的人。感恩师父。听了真开心啊，真为他们高兴。对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小伙子我们也都认识哈，对，是非常的优秀，但是不知道原来他是观音送来的孩子。妈妈是多不容易啊，10年呢，10年都没有怀上。你说陈妈妈就是10年没有怀孕，10年都就对不能够成功的，反正不能顺利的生孩子。对是求了观音之后，1个月就怀孕了，而且顺利的生下这么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这就立刻就被帮助了。对，心诚则灵。对，不可思议啊！那孩子成长中间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有一段他叛逆嘛，因为他也不去观音庙了，家里搬开了嘛哈，对，然后也不念心经了，也不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了，结果就叛逆了，学习成绩也下降了。对，来到菩提禅堂之后，把这个缘分又都接上了，孩子又得护佑了，立马又成了特别出众的人才了。对，真好，真好。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观世音菩萨的护佑指导。对，反正我们华人呢，几乎每一家都得到过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啊，真是这样。对。真是，尤其是就是做父母的哈，很多的时候都说这个孩子，不好带呀，或者我们自己不会教啊，哈，而且现在社会上各种方方面面的影响又很多很杂乱，孩子都不走正路啊，这个时候真的要求观音菩萨。现在说呢哈，生孩子难，最后管教孩子更难。都难呐，是吧？他是个活人呐。对呀。就是走出家门去之后，他接触什么样的孩子读到什么样的书籍，受到什么样的引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孩子这个成长其实非常的曲折而艰难呐。是。所以把一个孩子培养的像那么回事哈，能够悟正业，真的很难，不容易。对，我们这2天讲到的经验都是这样，就是当人力不可及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或者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佛菩萨的帮助真诚的去求。真的是这样我们自己没办法。对，所以对孩子的护佑跟指导是求佛菩萨是最好的。好，那咱们也送给月华一份礼物哈。好的，哎呀，真是好，送给这位妈妈呢，你看哈，很宝贵的东西哈。哇！绿松石挂坠太美了。正是也是今年的哈，非常适合佩戴的哈。是的。这种纯正的绿松石哈，天蓝色的哈。能带给你护佑你吉祥如意哈，出入平安哈。感恩师父。那他这是给这个孩子的这一套衣服。哎呦，太好了。这透气的禅修衫哈。龙釉。这个洗了之后2个小时就干而且穿着还特别舒服。对，很轻柔，很舒服。这接下来天热了哈，穿上这个可清爽了哈。对。又能得到龙王的护佑哈。对。我们这个裤子是我们做的最好穿的、最舒服的禅修裤哈。这个款型穿上之后非常的潮就是很怎么说？很酷。对，你看咱俩都不会形容，就是说。反正其实很舒服，很时髦还很时髦。对。怎么穿都好看哈。对。好，祝福这个月华，你们全家呢如意吉祥，收到；幸福快乐，收到；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我们现在看直播的网友们呢，也在纷纷留言，他们有一些也有就是想跟师父分享他们得到观世音菩萨和佛菩萨的护佑的一些故事。好，听听看。其中有这个 Jacqueline 会，他说观世音菩萨曾经有一次在有一天，我妈妈晚上念佛的时候给他 send 了一个 message， 告诉他一定晚上要出去搭车去找我。因为当时我去了大学篮球的练习，并没有跟妈妈提前联系，
于是因为妈妈有了这个感应后呢，就立刻去出门了，然后坐了1小时的地铁，到了练习篮球的地点附近的一个站。其实那一天我在练习的时候，不小心比较严重弄伤了手指。神奇的是，在妈妈到达车站的那一刻，我也正在赶往医院。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护佑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说，一个长河经说，感恩师父，去年7月份菩提学院供灯祈福，9月份弟弟就找到了工作，弟子阖家感恩师父。哎，听着真开心。很好哈。还有吗？还有一个这个金赞信，他说：师父好，今天是观音菩萨圣诞的吉祥日子，弟子给师父分享观音菩萨救我女儿一命的故事。在我请购了一副11面观音堂卡1个多月的时候，我女儿在晚上9点多骑自行车回家的马路拐弯处，遇到一辆载满钢筋铁棍的车。此车装的钢筋铁棍因超出车厢几米多，在拐弯的时候，我女儿被这个钢筋碰倒在地上，当时候头破血流，被车送到附近的医院检查看，头部只是皮肤表面伤而已，简单缝了几针就回家，几天后就可以上班了。我们全家非常感恩。哎呀，好多这些故事呢，就是观音菩萨护佑，就是在有危难的时候得到一些灵感啊，或者大事化小这一些。我们网友还在纷纷的发。对，好，我们大家呢，只用真诚的心，就能得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啊。所以呢，借今天这个吉祥殊胜的时间哈，大家用最真诚的心来诵念观世音菩萨啊。南无观世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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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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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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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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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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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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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大家搓搓手，之后轻轻搓搓脸，再拍拍头。之后呢，再拍打拍打前胸，之后再做一下深呼吸。好，大家诵念的非常真诚，很好，观世音菩萨很欢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了抽奖环节？抽奖环节，哎呀，好欢乐哦！我们会先奖励呢，就是那我们的网友呢也有很好的见证故事哈。是。对，我们网友很多留言哈，其实真的是他们的那个见证，我们看了都非常开心，非常感动啊。那我们想建议有几个好的见证哈，提交给师父，师父看能不能送给他们礼物。好的。Peggy Tan、XYX、Jacqueline 惠、Cecilia Law、事事如意、华甘、提补、山照。这几个人了？这8位网友。8位，现在是8位。已经8位了。对，还有很多，我们就选了8位啊。选了8位哈。是。但是是这样的哈，我们今天的奖品它是有限的。
对呀，这个菩萨的佛牌呢有12枚，对，那这个小聚宝罐儿，罐聚宝罐儿呢，我们原来是准备10个哈， 10个，对，所以一共就是22个，你这一下就有8个了哈。是的，我建议呢，给前面的6位，好的，后面的2位呢，就下一次呢可，以，他们还有机会抽奖，师傅。是这样子哈，后面的2位呢就不得这些宝物哈，我会给他们意外的惊喜，好不好？好，这样子哈，师那为了让这个我们得奖者知道自己的得什么哈，我们先你念个第一个名字。好的，Peggy Tan，好，这位 Peggy Tan 得的是这一尊好漂亮观世音菩萨的宝像哈，哎，恭喜保佑你，恭喜保佑你，好，好，第二位第二位 XYX，我XY 好神秘的， X 啊，好，好这样的一个小聚宝瓶哈，对，恭喜你发财哈。感恩师感恩傅。师傅第三位 Jacqueline 慧，扎克林会，扎克林会。哎呀，我这个小宝瓶啊，这是英国做的哈，哇60、70年了哈，哎呀，我自己都舍不得，啊，恭喜你得到宝物哈，恭喜你发财。感恩师傅。师傅，第四位 Cecilia Law，小吃点肉，好，这一尊观音宝像，哎，就能够护佑着你全家，真好如意吉祥哈。收到。第五位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好，有这一尊宝像护佑着你哈，事事如意，全家吉祥平安。真好，感恩师傅。第六位华甘，华甘，哇，哎，你看看金黄色聚宝罐哈，哎，恭喜你发财喽！太漂亮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所有幸运获奖的网友们，请你把你的信息发到我们的这个邮箱 meditationcircle0803@gmail.com， 然后标注你的名字、地址，就是电话号码，然后还有你今天就是留言的这个名字，我们好对上号，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你的礼品寄给你哦。好，获奖的刚才6位来截个屏啊，你等截个屏一下按这个照一下信息，用对手机照一下拿手机哈照一下，手机照一下啊。对，往这儿写信。好好的，师傅，那还有我刚刚看有200多个网友们在我们的那个直播中有在做这个超级留言，哦，赞助做赞助真好我们是不是能给这些网友们也抽个奖呀？可以，在这里抽3位幸运者哈。感恩师傅。好，好，有什么方法？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就是刚才名单的放到一个转盘的软件里哦。哇，对，就是200多位网友们，你们在这儿那个转盘里，那我们一会儿看到幸运的人是谁哦。就是他停在谁那里都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这是随机的。好了，师傅开始。哇，我转起来了。来，要喊停吗？不用，他自己会他自己停他自己。来看谁出来。Little Elf， 恭喜你 Little Elf，恭喜恭喜！好，这一位呢，这一位得，Little 到 Elf 得什么奖呢？哎，这个小宝罐哈，苹果尊宝罐哈，对，多圆满真呐！很漂亮好，哈，恭喜发财。收到恭喜你 Little Elf。那好，我们再抽一位。开始。幸运者是谁呢？跳出来！寇森利，恭喜你！靠森利啊，好，恭喜你，恭喜发财！哇，这也是看看西式的小罐儿。哎呀，这有近100年的历史了。哎，收藏很久了哈。恭喜你发财！收到，收到，感恩感恩师傅。好，还有最后一位吧。最后一位哦。好，轮盘转起来。开始。好。
那这一位幸运的网友是跳出来，宋娟，恭喜你！恭喜恭喜！哇，又太棒了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瓶子。古老的瓶子呀，啊，从欧洲买来的哈，恭喜你，恭喜发财！收到，感恩师傅。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宝贝呀，是属于谁呢？哦，那咱们是用古代的方式吧，哈。好，好，哎，咱们古代的方式呢，就是我在这看着留言之中呢，我就截屏哈。好的完了，觉真就喊停。好嘞，来了，开始。来了哈。这个大家是看不到我的吧？哈，看得到吗？看得到，那我就开始滑了哈。好，我挽起袖子来，这个太让我紧张了哈。对呀，我们网友更紧张了，师傅。使劲往后，大家留言太多吧？一二三，停，师傅停。停，咔嚓，他截这一下子不容易哈。哎，来，我是截出来的，能念到名字的第一位得奖哈。好的，好的。这一位叫 Joyce Joyce Lin， 啊，恭喜恭喜！恭喜你！这个没法画呀，这个好，好，没事，屏幕看到了 Joyce Joyce Lin 哈。我们有现在看3位、6位、9位。好 ，Joyce Lin 得的奖呢13位，还有12位。对，这一尊菩萨宝像哈，哎，会有你如意吉祥。恭喜你 Joyce，非常吉祥的礼物。来第二瓶。好，咱们再来了哈。好，开始了哈。准备喊哈。1、2、3，停。哎呀，停了。好，咔嚓。哦，这一位 Joanna Han，恭喜 Joanna Han 啊 ，Joanna Han， 这一尊菩萨宝像啊，送给你 Joanna Han。太好了，随身护佑，祝你如意吉祥。收到。好，来下一位还有机会哦。滑起来，师傅滑起来了哈。好了。好，来1、2、3，停。好，第一位是金元，好，恭喜金元的宝贝，在这里。哇！哎，这尊菩萨宝像哈，我觉得这个大小哈，特别像浅草寺最早的菩萨像那么大，就是这么大。哎，好，祝福你金元，祝你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傅。继续喽。继续。来，滑动起来。好，1、2、3，停。好嘞。看看。第一位叫如慧，恭喜！如慧的宝物，又是一个佛牌。对，这尊菩萨宝像啊，保佑你如慧如意吉祥，心想事成。收到，感恩师傅。来，继续喽。好，来，滑起来，1、2、3，停。好嘞。看第一位。目标。恭喜！恭喜目标，恭喜你。佛牌。目标佛牌。随身护佑。对，这尊菩萨宝像护佑目标啊，平安吉祥。收到。吉祥如意。收到。长命百岁。太好了。再接着来。好，接着来哈。好，滑动起来喽。1、2、3，停。哇！这第一位叫 Mandy Lay， 恭喜Mandy Lay，
宝瓶呢？这个宝瓶很特别，帮我递一下。哦，好漂亮，像个小将军罐哦。对，哦，就超像大鸭蛋的将军罐哈。哎，这个是福海洞天哈，看着小，其实能量大哈。哇，它上面的图案也特别吉祥。对，这个呢，它是197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些工艺师做的啊，都是手做手绘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机械化啊。对，这个小将军罐哈。保佑这个叫满地累啊，如意吉祥，发财发大福。好，真好。哎，恭喜恭喜！好美啊！恭喜。好，再接着来，滑动起来哈。好。1、2、3，咔嚓！来看是谁呀？哦，那名字比较长，叫第一位叫威廉李。William 李。哦，恭喜威廉李，恭喜！心诚则灵啊。好，威廉李。威廉师兄。好，一个菩萨挂坠。好。哎，这个大慈大悲菩萨护佑着你哈，如意吉祥，心想事成。师傅，收到。还有5位，还有5位呢。6位。还有。好的好的，还有机会，太好了！来，师傅，咱们继续。网友们很兴奋的，现在滑动起来了哈。好，1、2、3，等等，重新来。停，停。好，停了，停了。好了。对，看是谁呀？上面这个露着半个，能看到名字哈，叫做如雪。哦，恭喜你！差点跳过去啊！对呀，还能看出这个字来哈。如雪哈。如雪，你好幸运被师傅抓住了。好的。恭喜！对，这尊对菩萨像佛牌呢，保佑你平安吉祥，事事顺意。收到，感恩师傅。继续。好，继续。好，滑动起来。1、2、3，停。咔嚓。好。这个叫月儿啊。哦，恭喜恭喜！好，恭喜。真美啊！来帮我拿这个小的。哎呀，这个特别精致。这个非常特别哈。就是我这个离得近看呢，上面那个小小的小碎纹哈，特别的精美啊。是的，就少有的精美。这种感觉呢，特别像这种北宋时期的钧窑乃至官窑里面那种东西哈。对，是我自己慢慢收藏的小宝壶哈。哎，好，这个月儿就得到了哈。哎，恭喜你！祝你如意吉祥，发大财。收到。下一位。来，滑动起来喽，看看谁有幸运的机会哈。1、2、3，停。好。哦，庆重，他说 I love 师傅。庆重，这名字像新加坡的吧？是新加坡的。庆重啊，庆重。菩萨牌。哎，菩萨佛牌，护佑庆重，如意吉祥。收到。寿比南山。收到。真好，真幸运的。剩3个，还剩最后3个哈。3个宝物哈。来快！大家还是要留言呐，才有被划到的机会啊。好的，好，滑动起来喽。下一瓶，来香可，来香可数。来喊。好，来1、2、3，停。哇，咔嚓，看看第一位幸运者是谁？秋生。哦，恭喜你！恭喜恭喜，秋生。秋生啊，得这个。一个你看这样的，过去中国人把它叫粉彩哈。对，其实这个瓶子呢是日本的大师做的哈。对，非常精美。你看它这个颜色可漂亮了，啊，这种蓝色的小花朵哈。对，
好，这个聚财宝冠虽然很鲜艳哈，它已经做成了有60、70年了，是这样的哈。真好。好，恭喜求生，哎，发财挡不住哈，准备来大财了。收到，恭喜你。是是。好，还有最后2位哦，大家加油。倒数第2位，倒数第2位，好，来，师傅滑动起来，滑动起来。哦，好多网友们都在积极留言。好，1、2、3，咔嚓。看谁呢？韩文的。这是来，丫头喊一下，这个啥名字呀？这叫啊？Hammer。叫什么？Hammer。韩文网友。Hammer。是吗？是。好 ，Hammer。哇，恭喜你，韩国网友。恭喜你 ，Hammer。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最吉祥的礼物。还剩最后1位吧，对，最后1位了，最后一个大宝冠，对，哎，最幸运的就在这儿。好，滑动起来。来。好，这我们多滑几下哈。来，大家加油！我心跳了。来。好，3、2、1，停。看开。哦，恭喜你 ，You fancy。You fancy。You fancy。fancy，sorry。你会不会读啊？怎么说啊？fancy。fancy 啊。好喽，这个聚财大宝冠是fancy啊。好，祝你发大财，并且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今天我们送出这么多的大宝贝呀！哎呀，不行，我送上你来了，我得再送一个。哇！我戴的这个戒指。可以吗，师傅？有啥不可以的？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啊！我能拦得住吗 ？No， 无效哈！阻拦无效，香可。阻拦无效，还真是吉祥好日子啊！来吧，朋友们。好，来，师傅，3。我这个大戒指哈。看看谁能得到。3、2、1，咔嚓！看看谁呀？王小面。恭喜王小面！这是常见的网友。大戒指，这我戴的这个戒指哈。哎呀，你太幸运了！王小面了哈。不知你戴在哪个指头上哈，都可以哈。都可以。哎。祝你如意吉祥，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心想事成，收到。感恩师傅，这是如意的戒指，很忠诚的网友，哎，对，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戒指真的很漂亮哈，真的，而且又师傅戴过的，有不一样的加持和护佑呢。哎，反正是拦不住啊，美好的祝福啊！王小面，恭喜恭喜哈！都是在这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圣诞的这么吉祥的日子里得到如上的奖品哈！再一次恭喜所有的获奖者，大家得个礼物啊，我自己都很开心的哈！真的，哎，那咱们一高兴再来一个哈，就把这个送出去算了啊！但是这个可以送给很多人的，这个可以送给很多人的。要不送我桌上这个小宝罐吧？可以，把你桌子前头那个小宝罐，大宝罐哈，大小宝罐。OK， 大宝罐。来，拿过来。好的。来，网友们，我们宝冠，我们网友们，我们桌上还有一尊这个送子观音哈，这是我们禅修学院唯一的一尊送子观音。如果真是要有求子的哈，要联系客服哈，看谁是那个有福气的人。哎，那送子观音是我悄悄收藏的哈，有10来年了哈。这又是小将军罐。小将军罐，这个将军罐哈，还是70年代哈，对，中国的老师傅亲手做的哈，对他们呢那个时候做了之后行销到世界嘛哈，就是这个当地的洋人啊，就是让出来的，好，这个将军小宝罐哈，来，咱们看看
花落谁手？等一下，哈师傅，对不起，这个咋了宝冠据说已经有人请了。有人请我们了。换一个，换一个那送子观音呢？送子观音是要有需求的人才可以。哎呀，那给啥？是不然给啥？这一些有可能也有人那个都已经请光了，那些旁边宝应该还冠。有礼物。这里好了这有一些礼物。好了好了，好，我还有4串礼物在这里哈。真好真好。来继续继续，哈。来，你小看这个明看面带桃花色哈。是来特别漂亮的粉水晶。来好，准备。要好人缘的啊。好，来，3、2、1，咔嚓。幸运者是谁呢？哦，叫辉煌。恭喜你！辉煌。好，恭喜你哈。哎，你看这个应该是粉水晶啊。好人缘。好，希望你得到好人缘哈。观音菩萨爱你哈。收到，感恩辉煌啊。哇，这个是奖外的奖。哎呀，奖外的奖啊。哎呀，真是。大家开心，菩萨开心啊，我也开心啊。我也开心。你看这一串哈。继续好，再来。好，来，3、2、1，停。看这个，这怎么读啊？这叫玉兰。新加坡的网友 Alice Paul。玉兰嘛啊。玉兰。新加坡的玉兰。新加坡的玉兰啊，这个粉水晶小手串哈，上面带珍珠哈，特别漂亮哈。哎，希望你呢事事如意吉祥。收到。新加坡的玉兰哈。哎呀，很配这个名字呀。哎呀，这个有几串的师傅？我这个宝珠啊，你们眼力好，这个叫啥？这是女王贝。对，女王贝，对，也是粉色的，对。对，它是天然的，很漂亮，粉色的。我这样看着哈，像那个粉色的珍珠一样那么亮，是有珍珠漂亮。这也是好人缘呐，好运气，好运气的啊。好，来。对，咱们借菩萨的光芒哈，给得道者哈，得到如意吉祥。来，好，来，幸运。好，3、2、1，停。咔嚓，看看。这一位叫梅松头。梅松头。梅松头。好，这个粉色的女王贝哈，希望能得到菩萨的护佑哈，给你带来吉祥好运。收到，感恩师傅。还有一串。好。同样的哈。好。借菩萨的慈悲光芒哈，你今天得到的礼物是特别的重要。真的，这个日子太吉祥了，祝福送吉祥了。是。好，来，3、2、1，停。现在这个韩国人也都上了中文平台。森迪江啊，好，森迪江，这个呢送给你了哈。这个观世音菩萨护佑你，爱你，保你平安，保你事事如意。收到，感恩师傅。幸运的心地呀！刚刚师傅桌上又出现了一个小宝瓶，天外飞来一个宝瓶，对，哇，又把我的这个最后一个小宝瓶给送出去哈。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有效率，这藏都藏不住，藏不住，一看拿出来，我这心急火燎的就赶快拿哈，特别好哈。看这个宝瓶啊，落到谁的手里哈？有机会哦，大家继续留言。来，好，划起来，3，划起来什么？3、2、1，停。看一下。平平，他说我要，平要宝瓶，要个宝瓶，就是你的了哈。棒了，祝你如意吉祥，收到，发大财哈。收到，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了，太吉祥了，开心了啊。提醒今天所有获奖的网友们，把你的信息发到我们的邮箱meditationcircle0803@gmail.com，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为你安排寄送奖品。快拿手机这个屏幕来拍个照一下，拍个照就记住了。对，好的，好。
好，非常感恩师父啊，今天给大家送了那么多好礼啊，然后我们今天也听了那么多故事，其实这4天以来都听了那么多故事，就是观音菩萨有求必应，真的我们跟观音菩萨结下这份善缘，然后真的就是平时多祈请，然后多念佛，然后包括就是多做功德，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呢，观音菩萨来护佑我们。对，其实我自己呢，在从小修行成长的过程啊，观世音菩萨给我的帮助是最多的。对，一路对啊，因为这些故事我让跟大家讲你的故事哈，就是我在观世音菩萨护佑啊，给我加持，给我洗礼啊，我觉得就像一个浑浊的老棉袄啊，200年老棉袄又脏又臭，好像一下子就给我这个醍醐灌顶哈，从内心里头做了一个最深入的清洁哈，一下就把我清空了。哎，当时在那个禅境中啊，我就躺在一个那种，像由甘露变成的那个像一个天池的水哈，哎，我就浮在那个表面上，就被清洗干净了。干净到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在水面上跑，可以水面上站立起来，就那种感觉，自己觉得自己的身心非常的洁净舒畅，啊，觉得内心和身体一尘不染，像透明的一般啊，这都是菩萨给的洗礼啊。所以借今天这个吉祥殊胜的日子哈，所以呢，今天我给这个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呢，给予最美好的祝福啊，希望你永生永世呢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呵护。哎，抽空呢多念一句菩萨圣号。收到就会得到最好的护佑。是的。哎，如果有缘分呢，你佩戴哪怕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宝像在身上哈，那你就更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护佑。是的。对，一切邪气病气都会远离你。一切吉祥美好和福气、好姻缘都在等待着你。是。感恩师父。好。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到了，我们都舍不得把它停下来哈。是，没关系，我们下次还有直播的机会，让大家见面。对，好，还非常感谢哈，我们所有对我们进行网络直播、网络弘法活动的赞助支持的朋友哈，赞助支持语书房，语书房也是我们一个机构啊，给我们。直播呀、拍摄呀、弘法哈，来提供各种援助的这样一个机构哈。是的。啊，能够提供这样的赞助和支持的所有的朋友们呢，祝你们全家幸福。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大富大贵。收到。那我们今天的或者4天的念佛和直播哈，应该是到了一个圆满的尾声来了哈。对，那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间呢是北美温哥华，2025年3月22号晚上6点钟，亚洲台北3月23号早上9点钟。师父，我们到时候再见。好的，到时候和大家一起相聚，谢谢大家。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
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